在华经营挑战重重，欧洲企业却仍在出口上依赖中国。一场跨国商业关系的深度剖析。当前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即便那些深耕中国几十年的老牌企业也未能幸免。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中国经济下行与监管环境不透明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更在考验着长期以来维系的跨国商业纽带。困境重重，市场份额流失与监管壁垒，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份额的迅速下滑，是欧洲企业在华困境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大众汽车出售了其位于新疆的工厂，这不仅是出于商业考量，也暗含着对当地人权问题的关切。制药和医疗影像设备公司则发现自己被中国政府的医保系统拒之门外，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会正在流失。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年度企业调查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悲观情绪。报告显示，近3%的欧洲企业表示，在华经营难度持续增加，这已是连续第4年出现企业悲观情绪加剧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打算扩大在华业务的欧洲企业比例降至历史最低点，仅有38%的企业有此计划。这无疑给长期以来在西方技术引入中国和中国产品走向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洲投资蒙上了一层阴影。矛盾的依赖，投资减少与出口依存。然而，这份调查也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现象，这或许会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努力变得更为复杂。在欧洲企业减少对华投资的同时，一些企业却正从中国企业那里购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这反而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慈指出，欧洲企业在中国能够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零部件，这种成本和效率优势使得欧洲企业在维持竞争力的考量下，难以彻底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规避关税，供应链的迂回战术。为了规避美国的关税壁垒，一些企业甚至采取了迂回战术。高志豪表示，一些企业已在其他国家设立临时组装厂，例如在台湾等地租用仓库，对中国零部件进行最后的组装，然后将成品运往美国，在报关单上不再标明货物来自中国。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供应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却能有效降低成本，也反映了企业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压力下的无奈选择。深层原因，中国经济放缓成为主要影响因素。晏慈强调，企业把中国经济放缓视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比其他因素大得多。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欧洲企业在华面临困境的根源。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市场需求疲软，消费能力下降，这直接影响了欧洲企业的产品销售和盈利能力。我的观点，我认为欧洲企业在华面临的困境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调整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首先，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阵痛。中国正在从过去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更加注重内需和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面临调整，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同时，中国政府对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也使得一些原本高度市场化的行业面临新的监管挑战。欧洲企业，尤其是那些在传统行业深耕的企业，自然会感受到这种转型带来的压力。其次，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了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限制，使得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欧洲企业在华投资，既要考虑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也要权衡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供应链安全和脱钩方面的压力。这种两难的局面无疑增加了企业决策的复杂性。再者，营商环境的挑战不容忽视。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优化营商环境，但在实际操作中，不透明的监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依然是外资企业普遍反映的痛点。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外资企业的经营难度。然而，尽管挑战重重，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尤其是在零部件采购方面，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在某些领域无可比拟的成本和技术优势。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使得简单的脱钩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未来欧洲企业在华的经营策略可能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他们将继续努力适应中国市场的变化，例如加强本地化研发，与中国本土企业合作，以更好地融入中国创新生态。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会积极探索中国加 N 的供应链模式，即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建立备用生产基地或寻找替代供应商，以降低单一市场风险。总而言之，欧洲企业在华经营的挑战是深刻而复杂的，但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短期内仍难以改变。这种矛盾的局面将继续考验着跨国商业关系的韧性与智慧，也为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